在重庆城口一座大山的山腰上啊，我们发现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后山呢是一条很长的山脉，然后住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支脉下来，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呢有一片特别平坦空旷的土地，房子呢就建在这里。整个房屋的周边的土地呢还有耕种啊，所以呢肯定还有人留守在这个上边居住。今天呢咱们就上去探访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乌溪到城口的这个路中段，走到这儿呢风景很漂亮啊，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呢继续进山里面去搞探访啊。我感觉他们这边搞得挺人性化的哈，这里还搞了一个公共厕所，我把车停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前面这儿呢有一个点，说是两扇门，它这个两扇门呢说的就是这个上边这个刀片山，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很美啊，真的很漂亮。如果从空中的镜头来看的话，它真的就是薄如刀片的这种感觉。那么这边呢是一条河流，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走这条线的哈，这条线挺漂亮。这条公路呢，它就是顺着这条河走的，所以整个景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往这些峡谷的地带走一走。首先呢，第一个是不太冷，第二个呢，这个低矮一点的地方呢，它这个绿植会更丰富一些。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往高山去玩哈，高山上呢就凉快，对不对？现在呢，我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我们的车子是从那个峡谷开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公路了。然后这里呢要笔直着爬山，在我前方的这个山的山腰上呢，还有一户人家在那里居住。大家看这个路啊，本来就没什么人走，然后冬天呢这个树叶枯黄，掉下来呢，整个小道上呢铺的全部是树叶。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坡其实是非常的陡，他们这个小道呢都是来回的折弯，就像那种72拐的公路那种形状。因为你直走呢就是太陡，很难爬，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麻烦。所以这个直线距离，比如说从下边公路的地方直线距离到他们家呢可能就是1-2公里，但是通过这些弯道呢得拉伸了之后差不多就有3-4公里的路，所以呢步行上来又是上坡，可能得走个把小时吧，差不多40-50分钟，个把小时。大家以前老是吐槽我到山里也不带点东西，你们说这个路咋带？我自己要背个包，又要这个拍摄，所以真的是没法带。这个在冬天呀，山上的这些树叶都差不多掉光了，树木呢也看去光秃秃的，感觉有一些沧桑感哈。如果说是夏天和冬天做比较的话，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天气呢？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山梁，那我们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就是我们镜头的最顶方那个山尖尖儿，然后上边就是一大片开阔的地带，那户人家呢就是居住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从这儿爬上去还得走半个小时吧，笔直着爬。要歇一下，今天主要是天气又热。谁曾想到冬天也能让人大汗淋漓，是吧？他们这户人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可以耕种，在这个半山的位置呢，相对来说没有上边和下边这么陡峭。但我发现这个土地啊，很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出料啊。这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头、石渣子，包括这个土层呢，应该也不是特别厚。种植的这片土地的周围呢，
他们都有用这个栅栏拦了一下，这很有可能呢是在搞养殖，又或者说在山里嘛，有可能有各种野兽什么的，预防野兽来侵袭庄稼。大家看他们种地呢，也是纯手工挖的。你看这边就挖过了，那边没挖。站在这里呢，视野非常开阔啊，看一下整个对面是群山环绕，但是也感觉到挺孤独的。对面这么大的山，竟然看不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是吧？奶奶，吃饭没到？哪个？外面来的。外面来的。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啊。吃了。你一个人在家呀？我个人在屋的。你一个人在屋里？嗯。其他还有人吗？他们啦？嗯。他们我老婆去看城子去的。哦。大家看看啊，这个房屋呢还是一个土墙房。然后现在这里呢还有2家人，除了这个老奶奶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户人家啊，他们应该都是一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边这里呢有很多的蜂箱啊，这都是在这里养蜂的。是不是住在山上挺舒服的？整个周围都看得很开。刚刚呢，老人家也跟我说，还有2个年轻一点的在这里，相当于他们现在是2户人，应该是老人的儿子吧，在这里养羊，然后在这里养蜂。现在呢，到山里面去砍葛藤去了。我估计不到这个下午4、5点，可能也不回来，因为进山干活，我是农村的，我就比较清楚。一出去干活的话，就基本上要干到天快黑了，然后才会回来，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等啊。但是这里大概的情况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地形呢是相当的不错的。这个房屋的后山呢，它是一整条山脉啊，一整条山脉过去，那边是高峰，然后这里呢正好是这个支脉下来之后呢，这边有一片比较平坦的这个地方，那正好呢他们住在这里。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呢，也问了居住在山谷下的那个大叔啊，他说这里呢现在就是2户人，一个80、90岁的奶奶，然后另外还有2个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这里呢还出了一个人才哈，听那个大叔说呢是武大的研究生，现在呢是在这个县里边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就是出人才了吧。这个老人家呢已经快90岁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呢，他们这家人呢搬到这个山里来住，最少是超过100年的一个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屋呢还是这个土墙，像这样形式的土墙的话，我估计应该是超100年了。哎，这有些羊回来了，这就是养的羊，这里有4只羊。我走了。走的。哎，走到。你回他们了？不回了，走了，我懒得等。懒得等呐？我想。他要回来下的，去找档子做嘛。不做了。我走了，奶奶，我就是来玩一下就走了。现在呢，就是奶奶一个人在家，然后我跟她交流语言也不顺畅，她耳朵好像也不太好。然后我如果还在那里看呢，他就会东转西转的说看看，年轻的人在不在，所以我又怕他走着摔跤，所以我就赶紧离开，就省得他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的，摔到了就不好了。我猜测一下啊，山上这户人家100年前为什么要搬到这上面来住？大家知道住山里面的人肯定都是那个时代为了躲避匪患呢之类的等等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住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呢，就避免呢跟人有口舌，对吧？还有呢，就是大片的这个山林呢，都是属于他家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时候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对吧？100年前住在大山里面呢，
很多人都是挺厉害的，比如说地主啊，很多他都是住在山里面很偏的这种地方。那么最近发展的这20-30年呢，就觉得大山里面就很不方便，对吧？很多地方都通公路了，大山里面呢就没有通。但是你们知道吗？正因为单家独户的住在大山里面，所以周围成片的山林土地全是一家人的。就是住在这种深山里面的人，我问都不用问，他家的山林土地最少是200-300亩以上，你们相信吗？所以你看现阶段来看的话，住在山里的人其实就不错的。比如说，你真的有好几百亩、上千亩的这个山林的话，你每年的这个森林补助款都不少钱呢。所以很多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坏，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你在70-80年前住在这种地方就很好，你在往我们之前的这个20-30年，你住在这种地方就不好，因为不好发展，然后路也通不了。从现在开始往下走的话，住在这种地方又开始慢慢变好了。100年的时间，就是很多东西是转来转去的。我现在呢，就是慢慢的往下走了，好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汉源县大渡河大峡谷，看一下风景特别的漂亮。在我的后方大概10多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悬崖村庄，叫做古路村。这个村庄呢，只能通过行走茶马古道以及攀爬悬崖峭壁呢，才能上得去啊。这段时间呢，非常的火啊，看到很多人拍的视频呢，那是人山人海。今天呢，咱们也准备上古路村去挑战一下。大家看一下，那边有一个一线天桥，我的车呢是停到那个停车场的，下边是大渡河，这里有一个走廊过来，这边呢也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从这里上崖。这边火了之后呢，有很多人在下面摆摊啊，卖东西。然后呢，这里呢就是一线天的铁路桥，看到没有？2座崖壁之间这里空出来一点，火车呢就从这里过。然后现在呢，就是步行从这里上崖壁啊，这个上面看到吗？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路，但实际上人的话要从这些崖壁上弯来弯去的，弯上去的。很多人哈，现在还早，如果等一下再过1-2个小时的话，可能这个人会更多。这个呢，就是以前的茶马古道啊，上边的村庄，包括是峡谷两边的人呢，也都会走这里过。这个路呢是从这里过去啊，呈 Z 字形的形式，然后从这个崖壁上盘旋到达崖顶。今天来的早还不错，最起码那个太阳还没有晒到这一边来，所以说呢还比较凉快一点。第一段崖爬完，这里有一些 S 弯的土地，然后继续爬到这个上边去。你们是住上面的吗？哦，怪不得我看你们背东西。你从哪里来的？我，远哦，遵义。遵义。嗯。对的喽。他后面那个也是。哦，你这背的是啥东西啊？都是吃的。嗯。去看望老人的。对。以前也是走这个路吗？以前就是啊。小的时候走。小的时候走。你外婆也是，你也是这上边的吗？我小的时候还在这个上面。还在这个上面？你上去过没有啊？没有。那你今天为什么不上去？上去啊！哦，我以为你要走了。我不走不走。哦，这会我们也要上去。那不就是等你们一块儿吗？走吧。跑到那里，然后我们去上去吧。去你外婆家玩？走吧。OK。我也是半个贵州人。是吗？嫁贵州了？哪儿呢？铜仁。铜仁。你咋不嫁遵义呢？嫁铜仁呢？没有遇到遵义的嘛。哎，你早遇到我多好。现在还不晚吧？现在晚了。现在晚了。还3月份晚吗？那走你外婆家不是还得走1个小时啊？从那里去就分路就分过去了嘛，你看。就这个上边。就这个屏里面啊。啊。行。我带你去外婆家坐一会儿，一起上去。好。贵姓啊？我姓申。申公豹的申。哎，我怎么一下就说对了？申公豹的申。
你姐呀？啊，我靠！说嘞。不是你一个人这样说，你也这样说是吧？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哈。是我们的错。从这个峡谷下边上来，这里是第一个崖壁上的几户人家。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一个半崖，对吧？这边也住几户人家。然后古路村呢还要继续爬到这个崖壁上去，才是古路村。那么这个崖壁的边上这些呢都有房子。我感觉整个路程走下来应该是要差不多2个小时吧。上了第一个崖上的话，这里也有好几家人，他们有很多都在卖吃的。也便宜，10块15块的。然后呢，古路村这边呢是不收门票的，把车停在下边，大概是小车10块钱。这上边呢也卖有很多的土特产，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到这里来玩之后可以带一点古路村的特产回去啊。哎呦，其实他们这里还挺舒服的嘞，比地下安逸多喽。这就是你外婆呀，外婆好。走吧。哎呀，他们就住在这个上边的崖壁和下边的崖壁中间的一个平坦的位置，这里挺舒服的呀。哎呀，他们多好嘞哈，背起东西来看你啊。怪了我这个就不好意思了，我空起手了。哎呦，谢谢。啊，喂，1天1两天2、3、4天都有。你把这个呢，它是海湾，花噜噜的。星期六、星期天最多。哦哟，我说他的东西，就是把你鱼了菜了，喂，还得把你东西。有鱼不空这个找。他还抽烟的嘛？抽烟。哦。哎呀。这也是这种啥都抽不到。他们把转子。哦，人家给你买了2把鸡蛋，还给你买的潮包。花了老板的，这是你孙女买的。哎，你们花钱2万块钱。这是玩烟的嘛？你是要煮饭吗？我要转，这儿上去要转来的是煮饭。转了下来煮饭哈。啊，好。这我们出台夜店。你哪里来的？我啊。这块。还帅哥嘞。贵州的。贵州的。哦，哪里？啥子？哦，你说这小子不会。我也会补噻，也会补了喂。不是我空气出来，我不好意思。你咋住根嘛？我一下到你这儿吃饭。哎呀，哦，对。一下到你这儿吃饭。快点吃点。我不要。哎，咋个不要？要，我不吃嘞。我也不吃甜的，我不吃，我也不吃。不要家伙，好多都是甜的。我不吃甜的。不吃甜的。喝水就行了。你好大年纪了？90。啊。咦，你这个地方长寿真的是，风景好。我看起来好像80岁左右啊，你说快90了。他真的身体好，这个美女他们几个也要上古路村去转一下，然后待会儿下来再到这里来吃饭。走吧，上去转1、2个小时，差不多下来。这第3段崖壁应该是马上就爬到顶了啊！上来了，下去走不动的，可以在村顶坐索道到对面去，然后呢，再坐他们当地的一个小面包车，再把你送回到峡谷底大渡河的边上。又钻洞。对面那个地方以前都有住人，那边还看到有个小房子。然后那边也有住人，你们看到吗？他们这边以前大家有什么事情的话，都是这里喊，一喊的话，对边就能听到。但是如果要过去的话，得走4个小时左右，就这么近的距离。我刚刚解释是有错误的哈，我以为这上面是通公路的，其实是不通的。从那个索道那儿过来之后呢，
这里这一段公路再到那个古路村呢，它是这个上边就是通行的摩托车道啊，车是开不上来的哈。以前你们这里面走出去要走多久？3、4个小时。古路村到了。本来呢，我是不太想过来的，然后无人机就可以飞过来看一下，但是来都来了嘛，对吧？还是到观景台这儿来用眼睛看一下。这里就是观景台的第一视角，俯瞰大渡河，这个水的颜色非常好看。然后那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来的半坡的那个小村寨。这个垂直高度大概是1000米左右，从大渡河到这个观景台古路村的这个位置哈。古路村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悬崖村庄，要来到这里呢，需要从下方的大渡河开始攀爬2座崖壁呢，才能来到古路村。单程的路程应该是需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条悬崖栈道呢，是2000年之后当地的村民和政府共同合作修建而成。据当地的村民介绍啊，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他们村庄的村民要想进出山的话，非常的艰难，需要在悬崖上走悬崖天梯，甚至要从悬崖上方吊绳索下崖底，单靠一根绳索呢上下崖壁。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可思议啊！2000年之后啊，这条栈道打通了之后呢，当地的村民呢就通过这条栈道进出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攀爬的这一条栈道。直到今天呢，这里也是不通公路的。随着这一段时间的爆火呀，这个地方来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且来这里的呢，大多数都是想挑战这种悬崖栈道的年轻人啊，因为你没有点体力的话，你也爬不上来。这段时间呢，开封的王婆说媒不是很火嘛？年轻的朋友们呢，你们其实也可以到这里来攀爬古路村，没准呢有偶遇。那今天我的运气呢也不错啊，遇到了姓申的妹妹，我们在这个上边玩一会儿呢，就到她家去吃饭。我们从90岁奶奶家攀爬崖壁到古路村，然后再折返呢，也花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今天这个申妹妹呢比较辛苦，跟我们一起去攀爬了崖壁，下来之后呢，她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做饭，而且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啊！一小会儿的功夫啊，就把几个菜都做好了。这个奶奶呢，她现在是单独居住在这个悬崖下方，但是她是不孤独的哟，因为来这里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呢，她有20多个外孙。这些外孙呢，经常是隔3差5来看她。每个人来的时候呢，都会跟她背很多的菜。我觉得这位奶奶呀，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虽然已经90岁高龄了，但是现在是耳聪目明呀，她的听力呀，甚至比很多年轻人的听力都要好。这个奶奶呀，有7个女儿，1个儿子，而且现在她家的话是5世同堂啊，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大家庭。今天呢，也是在奶奶家吃了一顿饭啊，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你们知道这个奶奶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就是她特别会夸人。我们临走的时候呢，她一顿的夸，一顿的祝福啊，各种好听的话跟你说，哎呀，真的是让你听着都特别的开心。走了，奶奶。哎呀，感谢了。好啊嘛，好。哎呦，这奶奶真好。你们说这样的老人家有谁不喜欢呢？这不，他的外孙啊、外孙女啊，都经常来看他，家里冰箱都好几个，东西都塞得满满的，根本不缺吃的。咱们今天的古路村之行呢，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喽，拜拜。虽然古路村的风景非常的好啊，但是大家来这里攀爬呢，还是需要有准备。上去的时候呢，兴高采烈；下来的时候呢，就像这位妹妹一样啊。不怕摔吗？没事，我摔不住。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南湘西的深山里，这是一个100年未干的水库，干枯了。看到地上没有？全部是这种裂缝哈。去年天气真的是太干旱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库底哈，能不能找到什么神秘的东西吧？
我们在这个干枯的水库底这里发现一整片的这个石墙，看去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一个村庄啊。这个水库百年干枯之后呢，正好把它裸露出来。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一条小道可能是村庄里面的一个巷道，唏嘘的还能看到这种印记啊。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些院墙，但是现在仿佛是只能看到这种石墙了啊，不能再看到其他任何的东西。这边有一些碎石头，然后这里的话，应该这里是一户人家，然后这里呢是他的院坝。看到没有？这里还有一个对窝一样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对窝，来看一下，对吧？这个是个对窝，那个也是一个对窝，真的是一个远古时代的一个村庄，很震撼啊！百年水库干枯啊，惊现远古时代村庄。大家来详细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啊，真是依山傍水，非常漂亮，错落有致的这个房子建筑在这里。那么目前我们确实是只能看到这个石头的院墙，看到一些石质的对窝，对吧？其他的呢，基本上没有多少的一个痕迹。这个村庄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几百年的历史，那么住在这里守着这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啊，当然现在已经是水库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水库满水的一个状态的痕迹啊。水库满水的话，这个整个村庄是会被淹没在这里面的。那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通道吧，因为它这个地方呢要稍微的窄一点。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里这一片啊，全部都是一格一格的隔开的这种石墙啊，它就是人居住的地方吧。我们昨天发布过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我们在上面探访了一个无人村呢。我们去那个无人村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大叔在那里，他就了解这个事情啊。下面那个村庄呢，就下面那个水库里面不是有个村庄吗？对，就是搬在这里了嘛。就是那几户搬到这里。那还有的搬到那个树下面，还有的搬到这里来。那水库里面露出来那有几户？那有几家人？对，总共16家、17家以前。16、17家。那10几家人在那里居住了多少年呢？那9位，那很久。那应该是几百年了。那边那个无人村的前身呢，就是这里这个村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来推断的话，这个地方这个村庄呢，应该是到现在为止超过200年的历史了。哇，要不是这个百年难遇的干旱让这个水库见底啊，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的场面，真的是了不起啊！这么大一个村庄，据说最古老的时候这个地方居住大概是16、17户人。这个地方比较奇特啊，这个在房屋这个位置啊，还有一圈的石头。我的天，我怎么突然想到了，这有可能是一座坟墓呢？如果不是坟墓的话，什么东西会砌一个圆弧形的石墙呢？所以我猜测这个圆形有可能就是以前的一座坟墓啊。这里感觉就是以前的一个粪坑，对吧？能够清晰可见的这种线条。这边这个院落呢也比较大啊，这个院落还有包括那边挨着那个墙的也是。这里反正总的是17户人家哈。如果说不是百年一遇的这种干旱呢，我们是不可能见到这个库底的这个村庄的。我觉得能够看到这样的奇景啊，非常的震撼。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南湘西，我身后这里就是特别有名的天文台。这个天文台的位置还是相当震撼的，它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耸起来一座小山，然后整个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那边就是德夯大峡谷，
这个下面跟我所站的位置的这个海拔落差应该是在200多，接近300米啊。那么非常漂亮啊，这边这个崖壁上面，从这里过去呢，就是那个极斗苗寨。这个地方呢被称作天文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站在这个边上的话，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它这里整个边上是没有任何的护栏，相当于中间这个位置，隆起这个位置的四周呢，都是这个悬崖峭壁，所以如果说你有点恐高的话，在这个上面呢要特别小心。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家田村哦，看一下就是身后这个村庄。特别神奇的是，我们今天刚到这里呢，就下起了这个小雪，好神奇啊！这个家田村啊，也是湖南吉首最后一个通公路的村庄。在2002年之前呀，这个地方几乎是与世隔绝。村里面的孩子要出去上学的话，要走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是要攀爬崖壁，非常的艰难。那么到2002年的时候呢，全村人呢就突发了一个想法，一定要将这个公路呢修进村。但是家庭村呢，它是居住在悬崖峭壁之上的，修这个公路谈何容易啊！全村人就开会决定，大家投钱、投力、投工，对吧？从2002年的2月呢，他们就开始修建这条公路，一修呢就修了9年半的时间。这9年半的时间呢，总共投入了5万多的劳动力。朋友们，5万多的劳动力是什么概念？就算是100块钱一天，它都是500多万。硬是用这个钢钎啊、二锤啊，慢慢的在崖壁上呢，一点一点的凿出了这一条公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挂壁公路，是不是就从崖壁上过一下就行了？但是家田村修建的这条挂壁公路，它可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他们是住在悬崖之上的。而这条挂壁公路在这个悬崖上，它是要折返几个弯的。这种公路，我相信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它也是第一条。那么也因为家田村的村民呢，齐心协力，一定要将这个公路修到村里面。那花了9年半的时间之后呢，就被一些媒体去报道，上级政府呢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后来呢就派这个工程队呢来接管了这一项工程，继续的修建这一条沿着崖壁进村的公路，总共耗时11年的时间，投入的人力物力应该是超过2000万的。所以说居住在大山里真的非常不容易啊。这一项壮举呢，也是村民的齐心协力，加上上级政府的支持呢，共同去完成的。村民们有了出山的这条财路呢，也把周围的这些田土啊，包括山呢，也全部用起来了。再通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呢，现在村民的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的富足哈。我们也要为家庭村的这种团结奋斗、愚公移山的精神点个赞，真是了不起。
水长两茫茫，别起那皎洁洁了月光。问天问地，我还故乡。心上的人儿可知我忧伤？千言万语心里藏，叠起皎洁洁了月方。恨天恨地我难思量，心中的思念为何长断肠？咋不见花一样的心丝儿就飞过那嘎了了？咋不见别把高大皎洁结在人群里望？想你与念你就在眉梢梢上，心中的那团火咋就扑不灭，越烧越旺。你知道咱们中国版图雄鸡造型的心脏位置在哪里吗？我现在就站在咱们中华大地的心脏位置，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脉搏跳动。这里就是重庆、湖北、陕西3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心岭，海拔有1890米。走上鸡心岭，一脚踏3省，说的呢就是这里。这里也是西南、西北、华中3大区的交汇地点，有着一个特别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北纬31度、东经109度，正好处于中国版图的心脏位置，所以呢，又有自然国心之称。这一块3省交界的界碑呢，是1996年建在这里的。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在重庆。我们往这边走2步，就到了哪里了？湖北，对吗？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转几步，到了哪里了？到了陕西了。我们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啊，我们就跨越了3省。接下来呢，大家就跟着我的航拍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自然国心的脉搏跳动。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在湖北利川市的大山深处，有这么一户人家，隐喻一世，独占山头。这里地势险峻，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宛如乱世中的天然要塞，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也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寨。寨子的下方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毫不夸张地说，这片隐私之地无疑符合了许多人心中对于世外桃源的幻想。
想要一睹独家寨的风采，并非易事，需徒步穿越清江古河床以及神秘的地下溶洞，才能抵达这一难得一见的隐世桃源。这样的神奇地形啊，真的是难得一见。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各种好奇，穿越溶洞，揭开独家寨神秘的面纱。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身处湖北风景如画的恩施市，即将启程前往神秘独家寨，全程呢约80公里。大家知道我开的车呢是一辆长安 CS75 Plus， 这2天呢也特别荣幸的接收到了长安汽车公司的邀请，13号到重庆参加长安汽车1年1度的粉丝盛典活动。他们的意思呢是让我从现在开始就记录整个行程，13号到重庆做一次旅途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并且本次行程的食宿以及交通费用呢都由长安汽车公司慷慨承担，非常感谢。对了，这一次出门呢，我的后备箱还带了不少酒，重庆的朋友啊约起来，13号到重庆咱畅饮几杯。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养，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独家寨的边缘，一场探秘之旅即将展开。此次从恩施出发，一起同行的呢还有2位特别可爱的小妹妹。来，2位小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庆子，我是妙妙，我们都是大3的学生。庆子和妙妙呢都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3的学生，我相信对于自媒体啊，他们有着更为专业的见解和技能。这一次的穿越溶洞探秘独家寨全程讲解呢，就由我们充满才华的庆子同学来主导，让我们一起跟随她的脚步，开始一场难忘的旅程吧。现在呢，我们正身处于穿过独家寨必经之路的第1个溶洞。那么可以看到，这处溶洞是自然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在溶洞外面呢，有悬崖绝壁，而镜头转到里面，可以看到溶洞里面又是别有一番天地。这里的溶洞非常之高，也非常之深，人站在这里也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回音。深入溶洞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溶洞内的空气要比外界低几个度。大家可以看到，在道路的2旁有非常多的落石，这些落石应该是从崖壁上积年累月掉落下来的。很多落石上面甚至都布满了青苔，比如说这块很大的石头上面都布满了青苔。站在洞口还可以看到远方有一处比较小的水潭，应该也是洞内经年累月自然形成的。清江从腾龙洞中一跃而下。如果说大自然是一位雕像家，那么清江就是他手中坚韧的利斧。他在恩施、利川2市交界处留下令人惊叹的喀斯特地貌。恩施的大峡谷、利川的腾龙洞，都因为它令人惊叹的自然地貌而声名远扬。穿过刚刚的大溶洞之后，还要途经一片这样的沙树林才能到达下一个溶洞。除了刚刚的大溶洞，在这片区域还有很多小溶洞，这些小溶洞在峭壁上，包括这些地底下，到处都是，非常之多。穿过刚刚的沙树林，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个溶洞的入口附近。抬头呢，可以看到这里就像一道陷落的天坑。站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河水冲刷而过的痕迹。比如说，大家跟我一起抬头，看到上方有很明显的暗纹。我们可以想象到呢，远古的时代，河水的乱流在底下冲刷而过，形成了这样一种暗纹。这种清晰的痕迹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体会到、想象到远古的那条大河从这里奔流而过的那种震撼感。在穿过了2个溶洞以及一片沙树林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独家寨。眼前一片豁然开朗，一座木质小屋耸立于山峦绝壁之间，仿佛误入了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其实走到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独家寨的入口了。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
那么在独家寨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独家寨呢就被包裹在这四周的悬崖峭壁之中。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独家寨的入口处，这里是独家寨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的一条通道。已经可以看到独家寨的旗子了，这里的石梯修建的十分的险峻啊。那么现在就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去叩响独家寨的大门吧。有人吗？很遗憾，今天老人好像不在家，我们此行真是非常的遗憾。不过呢，也没关系，我之前来过这里一趟，我也可以给大家详细的大概讲一下独家寨里面的情况。独家寨呢，地理位置是十分独特的，它只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去，然后建造的这个位置呢，它的屋前有一大片老人家自己开垦的土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面呢，他种植了很多的经济作物。他说他自己住在这片山林当中也十分的满足，完全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隐居的状态。不管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还是挺羡慕老人的这种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多数城市里面经历了快节奏生活的人所向往的这种隐居的田园式的生活吧。这条陡峭的石梯全部都是老人自己他一块砖一块砖铺就而成的。目前独家寨只有一位老人住在这里，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秦新平。以前呢，秦新平是和他的父母一起居住在这里，不过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去跟城里的大儿子一起住。现在独家寨因此也只留下了秦新平一个人。秦新平为什么是一个人呢？难道他没有娶妻生子吗？不是的，在秦新平早些年的时候也讨过老婆，不过那个时候秦新平居住的独家寨呢遭遇了土匪，土匪呢将他们家洗劫一空。秦新平的妻子眼见家里揭不开锅，只能离开，因此现在只有秦新平一人居住在这里。那么秦新平的祖辈怎么会想到在这样险峻的环境当中组建一个房屋呢？其实秦新平家中以前是居住在镇上的，只不过一场大火毁掉了秦新平原来居住的房屋，当时的生产队的队长就找人帮忙在这处地方修建了一栋小木屋，因此秦新平和他的父母便搬到了这里来居住生活。一亩方田，几间草屋，堂前栽树，屋后栽花。原本荒凉的地方，在秦新平的努力下，成了世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在老人的眼中，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谈不上打扰，他们更像是远道而来的能够陪他疏解寂寞的朋友。老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我相信他在这里过得很愉快，也会欢迎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一起走进他世外桃源般的独家寨以及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兄弟们，现在我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啊，开车路过这里啊，发现对面有一个崖壁上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啊，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漂亮啊，因为下边呢就是一条非常漂亮的江水，然后它那个地方呢，相当于就是三面临崖，然后后面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有人说呀，这个阿泰走乡村啊，现在成为航拍走乡村了，不是啊，你们理解一下，我现在这个腿脚啊，膝盖不太好，得少爬山路，以后等我养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带你们去走那种不好走的。就像这个地方我真的也特别想去，但是你看看它那个地形，我怎么去嘛，都找不到地方去。你们看一下哈，现在那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就像住在云端一样，非常的美。不管大家想不想看，我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下。
坐，你看坐。啊，吃中饭走。要嘛？在重庆酉阳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群山之中。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这户人家的整个四周呢都是群山环绕啊，后边呢是没有路可以出去的，所以我的猜测呢，峡谷沟这里呢也是这户人家出山的唯一道路。我跟广大的网友呢也是同样的好奇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大山之中呢？今天咱们就进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酉阳木叶乡的大山里啊。刚刚我们用无人机看了一下，在这个大山上边啊，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啊。这里走进去可能得走3-4公里啊。我们今天准备去探访一下啊。这个地方啊，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啊，咱就顺着这条小河走。这条小道呢，也是住在这里边这户人家出山的唯一的路吧。因为两边的山脉也比较高，然后后山也比较高，所以说出行的话都不太方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我走进来的这个路线啊？如果说山里涨洪水的话，这户人家是没办法出门的。夏季涨洪水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会没到这些地方，这个路呢完全是被盖住的。大家也知道啊，现在我这个膝盖呢不太好。可能在山里探访的这种次数呢就会越来越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云贵川渝呢，冬天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冬天这个山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绿植啊，大概只有1/3的树呢会叶子变黄，会掉叶子，有一半的树呢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万年青，就是随时随地它这个树叶呢都是绿色的。给大家感受一下山里的恐怖。你像这些地方涨洪水的时候，这里水是很大的，看这个石头上的青苔就能看得出来。那么所以说大家在山里的时候啊，还是要特别小心。你看这个深沟里，这些石头都冲刷的光秃秃的，就证明在这个夏季洪水季节，这个水量，这个峡谷里面水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行走在这个深山峡谷里边啊，大家随时都要注意水流的变化啊。这里边的环境啊，真的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幽静。我们从空中是不是感觉不到？当你走在这下边的时候，发现这也是挺深的一个大峡谷啊。哎呀，现在离开水沟，开始爬山了。真的是佩服住在大山里的人啊，包括我们呢，也是住在大山里面。那时候祖辈不知道咋想的呀，就跑在这种深山老林里面来居住，随便出山干点什么，来回都要几个小时，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有人说最佩服的就是我们国家电力，确实啊，随便你住在哪里，我们的电力都能到达。哎呦，这个路好滑。这个是黄泥巴地，特别的滑嫩。这个地方呢，都是以前耕种的土地，又或者说农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荒废掉的。水源呢，这个地方是不缺的啊。这个小溪沟里还有这么大一股水，好热呀！今天这个天气，17、18度的温度吧，然后再加上步行，这还是出汗的。你们有没有感觉哦？就是以前的人啊，他选这个房屋、选这个宅基地呢，他也有一定的讲究。就在两山的峡谷间，那么这里有一个平坝，对吧？然后他们的房屋呢，就选择建在这个平坝的位置。绿树成荫，说的就是这种地方吧。然后隐藏在这个大山之中。这边这个好像是一个羊圈。哎，看得出来哦，这家人是在这里搞养殖的嘞。哎呦，好多人，他们在正在杀猪。这个房子大家看一下，挺长的，6间还是7间？耶，在杀猪嘞！
啊，来得远哦，贵州哎，啊，来耍嘛。坐。这点就是进来的最后一家人了，后边就是高山，然后他们今天都在这里杀猪，然后割肉。坐，你看坐。啊，吃中饭走。要嘛？你们是吃要喊了马餐了吃泡锅汤吗？哇，好多肉哟！你们杀了几个吗？杀4个啊！杀了4个。我的天，杀那么多！开了帮你倒开水喝。这是拍视频的。哎呦，谢谢。杀4个猪，我天喽！两家杀4个。2家杀4个。哎，我们2弟兄。一家杀2个。哎，你们贵姓呐？我们姓黄。对你的人，那么讲话用标准的四川话。你的意思四川话就像我这样讲的吗？哎，都差不多。还有就是，我们可能长期在外面嘛。好嘞，贵州有些人讲话我听不懂的。他有少数民族噻。那四川人有些讲话不听。那我走噻。这是啷个嘛，阿姨？这是鱼呀，你还煮的有鱼呀？哎呀，今天这个运气不错呀，这碰到阿姨他们家杀猪。哦，你们这些都是北走的，都是卖了的哈。哦，这个兄弟们啊，今天走在这个重庆的大山里，正好碰到这个说他们家杀猪，哎，搁这里吃点饭啊，吃点饭，就在这儿吃哦。好。要喝些菜吃酒啊！哦，你们要喝酒是吧？我有，我给你们拿起来，我包包在背里有。你那个是好酒不拿起来哦？拿起来，等到我，我给你们拿一酒来哈。来，你们尝好我贵州带进来的酒。那个东西。哎呦好，要得。茅台镇的酒。哎呀，快吃豆啊！酒都过来带起你过喝吧。我不喝。你带起干嘛？我有时候到山里面嘛，就包包头顺便可以带瓶。我不收，不收，谢。配点这个大宴席了嘛。一桌子的菜，是不是？杀猪宴。来哇，搞碗饭。搞碗饭了，慢慢的走一出去哦。走哪里？走来凤。我们去，你走那么多车啊？开车还要走？车快点，2个小时。还要走2-3个小时哎，2-3个小时。要饭。哎，我晓得。要饭。不要，我不吃了，够了。不吃了。哎呀，吃点去。多吃点菜。多吃点菜。没得菜呀，杀猪就是点。就是吃猪噻。啊？今天不吃了，就得歇。咦，不能在这里歇，要出去。要出去。就得歇去了。我今天要走这个来凤走完。你们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家哈？啊。他们也是2个人。哎。小儿子在外头了嘛？都在外头哈。在重庆。在重庆干哪个工作啊？我妈个他在这个公司在安那个闪光灯，像那些酒店啊、酒吧安那种闪光灯。咦，是好生意啊！好生意。都是在混日子。咦，他自己都有公司啊，啷个叫混日子啊？今年五日才接媳妇。今年才接的媳妇儿？那又把贴生了。那不是抱孙儿啊？那生啊都有半岁了，腊月间都半岁了。那你们喂猪是都是为了卖吗？喂得多不？不多，一年喂2个。1年喂2个。就是差不多卖1个。差不多卖吃不完卖1个啊，猪肥卖出来。羊子也是喂个几十个。羊子就喂几十个。你们应该年纪也不大呀，50多。60多了。哎，这点以前哈吧，家属有点多是吧？是原先几十个人口嘛，他们是在木业搬迁在木业兴隆，就全部就搬起走了。你们是应该也搬起来的噻？我们房子修在酉阳的。房子修在酉阳的，就是在山里面住进矮一点哈。都是准备讲，这房子耐不过住不得嘛，然后就烧酉阳了。
在山里面都住不动了，就走一样哈。不要热豆腐噻，我还劳动的嘛，个人劳动点噻哦。像你这个样子噻，你还可以补贴他点了，你一年还赚点钱呢。还种的有庄稼些啊？种的有嘞。这看的田都是我们种的。是啊，还有水稻哈。嗯。你们镇里面应该整个寨子都姓黄哈？嗯，就是我们两家，我们两家。其他的不是？夏天是姓唐啊，姓宋，姓赖。那你们这黄家老祖先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住了几十年。应该是你的公辈搬来的。哎。那时候啷个搬来山里面了？他们？不抢饭啊！哦，多抢劫！哎。就到处都土匪多哈。哎，那时候有土匪啊。干脆就搬在这些搬这个土头啊，躲起啊，这些山林头，这是大山来源的。躲在大山里面，他们土匪也找不到哈。你们家有几个小了啊？2个。2个。一儿一女。你这个。你也嫁到我们酉阳城。那你这个安逸，没得啷个负担的。儿子也结婚了，现在啥都不用管了。那是不管了。这个黄叔叔他们家呢是2兄弟啊，住在这个房子里边。然后今天他们一家人杀了2头猪，然后首先是自己过年也要吃，然后呢卖一点给当地的村民。来这里的呢有是帮忙杀猪的，然后有来买肉的啊，不少人。现在呢他们已经饭都吃完，然后呢就准备背着买的猪肉，从这里下山，大概下山的路。背着东西的话，可能要个把小时左右。你们俩跟他们背起送肉下去是吧？哦，可以，那我都跟着你们走。我都下去了。感谢了，在你们这里还吃了顿杀猪饭。兄弟们今天运气不错啊，在这里来呢还吃到了杀猪饭，然后他们两家人杀了4头猪，总的可能有1500-600斤，然后卖掉了300-400斤。现在这个叔叔阿姨他们都要送肉到下边，跟人家买肉的送一下，那我也不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就回去。还要去高粱？我要吃过孩子。哦。就是你一个人背下去啊，叔叔不下去啊？叔叔不去，张家他将来已经这些了。那你不用去了呗，我给你背下去不就行了？那不用。我给你背下去，然后把被斗放到下面，你哪哈有空下去拿被斗？那不麻烦的，我张家吃不回去，我外头就肥牛了。哦，外头还有肥料背进来？哦。那你背肥料不是费劲的很啦，要背好。背50斤啊，80斤啊。这点应该一涨水就出去不到哈，只能等到水不涨了才出去，不是夏天的时候的话，经常都出不去啊。3-5回吧。1年有3-5回时间出不去哈。多久？那走边上也出不去吗？都不行啊，只能围着走这条路是吧？哦。你是昨天就来的？晚上就来洗了去。因为天亮我们上街上4头猪，他另外都是我说的。跟主人家黄叔叔的聊天中啊，得知他们呢是爷爷辈搬到这里来的。那个时候呢，主要也是为了躲土匪啊，因为以前比较乱嘛。现在呢，这个科技的发达，我们有航拍啊，有卫星地图啊，可能能找到这里。要是在远古时代啊，这个地方还真的是没有人能找得到啊。虽然住在山里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对吧？但是呢，生活上呢，确实有诸多的一些不便。比如说，他们要背肥料，背一些生活用品呢，可能单面的话都要差不多个把小时，来回的话得1个多2个小时。还有就是夏季这个峡谷沟涨洪水的时候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出不去的。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呢，唯一出山的就是顺着这个小河沟出山。那一旦这里涨洪水呢，就出不去，就只能在家里待着，等这个洪水退去了之后呢，才能出门。朋友们，如果说让你居住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就是生活呢不太方便一点，你们愿不愿意啊？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酉阳的大山里啊，看一下我身后，全部是崇山峻岭。到这里来干什么呢？看一下咱们的乌江三峡这个地方，这个石柱笋呢，他们当地人称为这个仙女峰啊，非常漂亮。那个仙女峰的下方呢，就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这个村庄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是400-500米的高山。前方呢是乌江隔断，然后几边呢都是悬崖峭壁。他们要出门呢，只能到江边去坐船去沿河。那么他们这里这几户人家呢，因为这个地理条件的限制几边都是很高的悬崖峭壁，是没有办法通得了公路的。即使是他们现在赶集都是从下边坐船到这个沿河上去赶集。去酉阳的话太远了。后面这座山要爬到山顶的话，最少都要2个小时，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堪称与世隔绝啊！很多朋友喜欢过那种隐居生活，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别人想找你他都不一定找得到。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沿河的大山里刚刚用无人机查看了一下，前面那儿呢有一个大断崖，大断崖的边上呢还有几栋木房子看去呢破破烂烂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咱们今天步行过去探访一下。山里的路真是望山跑石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呢是那个地方，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说呢，要绕过前面这些山峰才能走得过去。
我估计最少得个把小时才能走到吧。这个山上现在漫山遍野的这种红色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呢叫做红籽啊，这个是可以吃的。如果大家是走到山里啊，这个肚子有点饿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采这个红籽来吃啊。现在在贵州的山里呢，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东西，看看吧，漫山遍野的都是。而且这个呢，好像还有人现在拿来加工成这个酒啊之类的。哎，走到这个垭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几户人家了。大家看一看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视野非常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像一座石头城一样，整个他们居住的周围啊，全部是石头。他们这几家人身后断崖下边的河流呢，就是麻阳河，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住在这里会不会缺水呢？我也比较有疑问啊，因为这个山体呢也比较薄，然后都是石头，我估计藏不住水啊。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搞养殖的天堂。那当然，他们也是在这里搞养殖啊。我们看到这下边有3栋房子，看去呢都是破烂的，没有人住了。我估计有人住呢，也就是顶端的那户人家有人居住啊。像这些地方呢，基本上不会有人来踏足。你看人家出行的几条道呢，全部都关起来的，因为没有人来。然后他们有卫生处，也预防这个牲畜呢，来破坏里面种的东西吧。我感觉这里以前应该最少住有7、8户人吧，然后现在呢就少了，这房子都是破的。然后像这一间的话也是破旧不堪了，住不了人了。哎，那一家炊烟袅袅，有人在家。那么还有上边这儿也有人在家，我们看到有一个老人家在那个房间的门口，去看一下。非常高噻！哎呦，鹅叫，狗叫，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也是以前的一个宰基地，现在吃饭没得呢？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得啊？吃了，你吃嘛？吃了。我说话你听得懂噻？我听不懂的，就那个老听懂。你一个人在家头啊？你姓哪啊？姓周。你们这里姓哪个啊？姓刘，全部都姓刘吗？还有不姓蓝？有姓蓝的。我看没有好多牛啊、羊之类那些是你们养的吗？我们养30家人养了。30家人合起养的。你家猪都杀的啊？刚杀的啊？杀了，他一个那个没得给跟小儿的杀起来，他们要来背的是吧？给你去过年呀。看一下这个阿姨家杀的猪，我天，这么多！我是的这个30克了，3个儿一根鸡了。3个儿子，1个姑娘，他们都要来拿点哈。我过来耍也没带那么东西，我送点东西给你。哎呀，就干啥？我就来吃。我带东西不方便了，所以我就带着一瓶酒。哎，你干嘛来？你为嘛夸包就了花？咦，你夸包就。这个酒啊，你拿到吧，我顺便带起来的，我是来耍一下。这个是天麻，你见到过天麻没得？这个是我们遵义的酒，这个是天麻。天麻的话就是哪个东西脱荤啦，那些都可以拿来炖来吃。可以拿来炖来吃，好吃。你搞那些东西啊！我给你整点饭的。不整了。是那个灰黄黄的个。你哪里都灰毛毛的，我们还不是农村的。
我们还不认东升的，你不用再烤点火就走的，没事啊。你坐起烤，坐起耍点嘛。你要搞点蜂糖啊？我说你那个蜂糖一看就是好的，看你拔完了。这个蜂蜜它是好蜂蜜，像猪油那哎。你少整点，少整点，我吃不到多，这个太闷了。少整点，少整点，少整点。我说话你应该都听得懂哈。你想的说又不要想懂，我这个懂得了。要不要好像又懂不到哈。我们是平时噻，我到了叫几个读大学，有几个孙儿在读大学啊？到了到了去到同龄的大学。个姑娘又到市民这个实习，到医院了。医院实习啊？耶，那是好工作哦。又去到这高中啊，年轻口气出狗。怪不得你说的儿子负担有点重。是哇，你得管给你有这个。已经开了哈。哎呦，谢谢！哎呀，今天到阿姨这里来还，今天在阿姨这里吃到这个原生的蜂蜜啊，就是有点太多了，我天。蜂糖你有些治病也像追蜂糖。山里面蜂糖是在治病噻，它药材花多了嘛，药材多。我们这都是橘子上几三几年都是老花，你知道它有比药材花的。对，它药材花来做的。我给你煮点饭啊。不整，坐起耍儿，我一会儿就走，我要走沿河。太多了有点。哎呀，我们也来这都来，去年都不卖二了，这些蜂糖才加不给噻。去年子给你卖2升金蜂糖，他卖到城里面去哈。他老是喂给我卖了。你一年可以产到200斤差不多哈。蜂糖啊。今年这个有300斤。今年可以300斤。去年带有100斤。前年再带几十斤。你们说天才丢包啊，他说他要去来奖励我了啊，我不奖励我也听不到，还要奖我吧。天才地宝哈，还是就是喂蜂子的话，还是要靠运气哈。运气好了，它就越来越好。从你们这儿走后山那个走麻阳河了，要走好久啊？如果以前走路应该走得下噻。路耶，现在都要快点按山，那人家从坡要写几十站在上面。写几十站，2个小时走得上来不？要慢点跑2个小时才这个过来。我就看你别的不得屌啊，这济州是省的个沟哈，麻阳河。要种水啊，蛋牛啊，就是。那我蛋本呢？不整了，我要走了。吃点饭去吧。不吃。我拿给你那个叫天麻，你拿来炖那个排骨啊，去炖来吃。我跟你讲啷个吃法哈，你第2天要炖的时候哈，头1天晚上烧开水来把它泡起，泡上了第2天把它切了之后再和排骨一起炖就行了。那是细心的。不谢谢。听那个刘阿姨说啊，以前他们这个地方有20几户人家，全部都搬走了，现在只有2栋房子有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他们这几栋房屋的后山呢就是大断崖，然后下边呢就是麻阳河。朋友们如果喜欢这种徒步旅行的呀，可以到这里来到麻阳河去玩一玩啊，非常的不错。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湖南。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湖南湘西，我身后这座大桥就厉害了，它是湖南最贵的桥，也是全世界最牛的吊桥。除了中国之外，没有第2个国家能在5年之内建成这样的超级大桥。它就是克服了5大世界级施工难题，创下了4项世界第一的湘西矮寨大桥。桥的主跨度是1176米，桥面宽度24.5米，桥面至水面的高度355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大桥于2007年10月开工，2012年3月竣工通车，花了5年时间才修建好，总造价高达15亿，比世界第一高桥的北盘江大桥还要贵。大桥分为上下2层，上层通车，下层可以供成百上千的人行走。走，我们现在一起到桥上去看一看。
从这个地方呢坐电梯下去啊，哇，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矮寨大桥，犹如这个在云端的一座大桥啊，看到没有？云雾缭绕。那么下来它是要坐这样的电梯，是要坐2级电梯啊。我估计那个地方还有这个上下的这个电梯坐下去，因为这个高差还是有点大的。现在我已经在这个大桥上来了，从这里可能还要坐电梯才能到下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桥，是不是非常的雄伟壮观？这已经在电梯里面了，坐这个圆环的电梯，我们就可以降下去，然后再到这个桥的下层啊，步行在桥上，感受一下特别震撼的这种场面啊！哇，这个要下降这么高的吗？咦，这下降下来都是100多米吧，我感觉。这个矮寨大桥呢，它这边呢直接就是从隧洞里面钻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就一直延伸到那边，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柱子。当我们隔很远的时候看这些钢铁啊，感觉好像比较小。我们走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所有的钢铁、角铁都是非常粗壮啊，非常结实的。桥的左下方这边呢，就是矮寨镇。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下去，是不是显得视野非常的开阔？对面的山峰也是云雾缭绕。穿梭在这个桥下呀，你才能够真正去感受到中国基建的魅力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如果是在这种下雨天气啊，就像今天这样，瞬息万变的这种天气，它会让这个云雾啊，一会儿在桥下，一会儿又在桥上，给我们这种桥在云端，云在桥下的这种感觉哈，非常非常的震撼。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来走这个玻璃啊？桥上它也建有一个通透的玻璃，可以直接看到下方的这个矮寨公路，还可以看到下面的车辆在行驶。这个真的是令人惊叹不已。我们把镜头移过来，这边会看到那边的悬崖峭壁，那3个山峰好像是被称作姊妹峰，是吧？对面这些峡谷，成片的峡谷就是德夯的大峡谷，相当的壮美啊！整个这个桥上的行程呢，来回大概是2000多米。这个步道上呢，它也铺了塑胶，踩在这个上面啊，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上面行驶的这个汽车呀，它的震动会被完全的传递到下方的这些钢铁丛林中。刚刚进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意外和惶恐，适应了一会儿就好了。这条时光隧道对人是很友好的，可以看到一路的风光，可以看到有车辆在蜿蜒的矮寨公路上行驶。如果说没有上面的大桥啊，下面将是一片拥堵。矮寨大桥在刚竣工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天下，一下子创造出了4个世界之最。一是世界横跨峡谷最长的悬索桥，二是世界最先采用塔梁完全分离结构设计方案的大桥，三是世界最先采用轨索滑移法架设的钢横梁大桥，四是世界最先采用岩锚吊索结构并采用碳纤维作为预应力晶材的大桥。据说在旅游旺季啊，每天到这里来旅游参观的人数都过万。我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到这里来玩耍呢？一部分人可能是想在这里来玩高空项目，另一部分人可能是喜欢到这里来看云上多彩的峡谷，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带着孩子来看一看这个钢铁巨龙，对吧？来感受一下中国这个震撼人心的基建，就像你带着孩子去看《流浪地球2》一样，或许能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未来的种子，他的目光会是浩瀚的星辰。大家好，我在湘西花垣县到保定县的这个国道上啊，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而且前方三面都是崖壁啊。我目测呢，这个岛上啊，好像有人居住啊。我们这个把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小岛啊，非常的漂亮。前面呢，三面都是崖壁。后面就是山，对吧？它这个山呢还不是很高，所以说看起来呢非常的匀称，很漂亮。我们把无人机飞上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上面呢有一个三合院的房子，整个小岛上呢是非常平的。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三合院的房子是非常大的，好像不怎么有人居住啊，看去比较陈旧。我们注意看这个院子中间呢，有一些鸡跑来跑去的，我估计呢是有人在这里养鸡的。大家再注意详细的看一下哈，这个整个小岛上呢比较平，然后这个三合院房子的边上有很多这个横竖规则的这种石墙啊，包括左边右边都有，包括这个三合院的前方也有。这些石墙它有什么作用？是哪个年代建的？看起来确实比较奇特，有点像那种什么图形一样的。难道它这个是有一个藏宝图，或者说修的一个什么迷宫，对吧？因为在古代这个冷兵器时代呢，说实话，这个人们住在山里啊，这个安全还是有隐患的，不管是防匪啊，或者说防野兽啊，它都要有一些方法。那么这些横七竖八的这些石墙，难道是当初修建的这个迷宫为了防匪，或者说为了防兽，又或者说有其他的用途呢？咱们是不得而知，看起来反正是挺有神秘感的，对吧？我感觉这个主人家呀，以前肯定是大户人家，是那种地主啊、当地的土豪啊之类的，要不然他不会修这么多的石墙来做这个防御，对不对？三面环水，三面崖壁，一面靠山，所以说非常的安全哈。因为你从哪儿呢，你都去不了啊。当然现在的话是比较容易，可以坐船就过去了。如果说是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呢，你想要坐船去爬上崖壁呢，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说，整个这个三合院给我的感觉呢是非常之神秘的。那么大家猜测啊，这个三合院以前它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而现在又为什么会荒废呢？特别可惜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湖南湘西的极斗苗寨。这个苗寨是建在悬崖之上的。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德夯大峡谷。极斗苗寨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崖壁上的村寨，啊，也可以说它是云端上的苗寨，因为在下雨的天气啊，就像今天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寨子呢，就给我们感觉它是建在云端的感觉啊，非常之漂亮。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的石头啊，它全是一块一块的，每家每户的这个石坎呢，也都是层层累积上去的。吃饭了没有，老人家？你吃饭了没有？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嗯。我说话你听得懂吗？哦。听不懂啊？嗯，听不懂。嗯。哦，你们我说的这个话你们都听不懂。哦，我还说让这个老人家跟我说一说他们这个寨子呢。但是他说听不懂我说的话。
我在湘西发现了一个可以一脚踏3省的古镇，据说这里的消费是全国最便宜的古镇。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说的不是凤凰，而是茶洞，而边城中翠翠和罗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年翠翠和她的爷爷呢，就是居住在这间房子里面，上面有一个白塔呀，现在被称为这个翠翠塔。我们到这个房间这里来看一下啊。这个房子呢，就是翠翠和她的爷爷曾经居住的地方。这里挂有一个蓑衣斗笠，是不是翠翠的爷爷当年也带过啊？就是这个房子。那么翠翠和罗宋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里。上边呢就是白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白塔，也是茶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啊。它与茶洞呢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啊，同时呢也承载了这里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塔，它是6边形的一个建筑啊。那么每一边呢都有一道门，而这个门呢它是全部封住的，那也表示着呢过去啊人们的这个思想比较进步，所以说呢才发生了像这个翠翠和罗宋啊，包括他父亲和母亲的这些悲惨的一些故事。我现在站的位置是湖南的茶洞，对面呢就是重庆的红安古镇。这边都是在这里排队的，等着那个拉拉都过来，然后呢一块儿坐船过去啊，2块钱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过去呢，就是3不管岛。什么叫3不管？就他们3个省都不管的地方，走到那儿你就自由了。你们看啊，这个3不管岛啊，它就是2个河流把它夹在中间，就一个小岛屿。那哪个省管起来也不方便，可能是大家是不是以前争来争去的，谁也争不过谁，那就搞得谁都不管了，是不是这样的？来到边城古镇啊，这个地方你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这儿呢被誉为一脚踏3省。那么你要问我现在在哪里呢？我自己也不好说啊。这个时候呢，我是在贵州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问我呢，我又在湖南来了。假如再过1秒钟你问我呢，我已经又到重庆来了。这几秒钟的时间啊，我是逛了3个省。这样的旅游方式是不是非常的省钱？1毛钱都不花就游了3个省。现在咱们吃的就是一锅煮3省的这个角角鱼啊。为何叫一锅煮3省呢？因为这个鱼啊，它是喝3个省的水长大的。它喝不喝3个省的水我不知道啊，我先吃一下好不好吃。但是味道吃起来相当不错。如果你喜欢旅居的生活的话，我建议来边城啊多住几天，因为这个地方的物价真的是非常便宜啊，1块钱可以买5个洋芋粑粑，在这里你可以吃到一锅煮3省的角角鱼啊，所以说有很多非常有趣特别的事情。这个地方为什么物价便宜呢？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3省交界，大家呢都有一个竞争吧。有时候这个湖南的呀，他就跑到这个重庆去买肉啊、买菜啊这些。那么也有其他的物价呢，可能是湖南这边更便宜，而重庆那边呢稍微贵一点。这也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个竞争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多的物价都是非常便宜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几天的话，你就会感受得到哈。如果你喜欢这种悠闲自得的旅居生活呀，边城茶洞你一定要来，并且要在这里多住几日。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铜仁的沿河县，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重庆酉阳的深山去探访几户与世隔绝的人家，但是那个地方呢要坐公交船才能到达。走，现在我们就去赶公交船。这里呢就是沿河县的东风码头啊，我们待会儿呢就这里坐公交船呢，就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调，哎呦，快点巧了，你好，走，拜拜啊，谢谢哦。这个地方下船好麻烦的，在这个咔咔里面，他们这个
船已经就往下游开去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下的船，然后从这里继续上山哦。走这样的小道哈，我们就上崖壁去探访那几户人家。这个地方很漂亮啊，来看一下，我们坐的船已经开到那里去了。现在要从这个竹林里面先爬上崖壁去。这个是爬得上去也得爬哎，爬不上去也得爬。这怎么像十面埋伏一样的？哇，从那边那个地方直上就被崖壁给拦住了，几边都是崖壁。然后我又顺到这个江边，这里有一条顾路过来，应该这里就是可以上去的。我天哪，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位置真的是惊险刺激啊！下方全部是崖壁给围住的。我感觉这个路不是他们人走的，这个路是山上的野兽走的。但是，哎呦，我去，差点摔一跟头。但是从这里上去可以和他们走的那条路。等一下下来就轻松一点了，你走后面慢一点啊。我们现在也不能往回走了，肯定要走那边那条路啊。那边有一条，慢一点。这主要是有时间限制，没时间限制的话都无所谓哈。这感觉爬来爬去也好像没啥路啊。在那边打转了1个小时，依然是没找到路。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是顺江过来，然后在这里才看到了能够上到他们那几户人家的路，从这里上去。因为刚刚我们在那边呢是在矮角那个崖壁角的，那我们从那里一直就上不去，然后走到这个边上来呢，这里又是一个半崖，也就是它这个路呢是从这里上去之后呢，从2个悬崖中间的一个巷道这样进去的。我的天，今天看来非常遗憾，有可能又上不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虽然这一次咱们可能遗憾到不了，那么在这个有机会下一次来的时候呢，咱们能够精准的定位啊！你看，为了去探访这几户人家，我的天，2天了，还是没找到，还是没有到，不是没找到，哎，太可惜了！我勒个天爷，这笔直的爬坡，谁都是受得了啊！哎呀！我爬到这里，我也不想上去了。这里爬上去还要最少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崖上，然后我们的船12点钟就要来，我都不敢爬了。我就算上到顶上的话，根本就没法拍，然后就要直接马上就要下来才能赶得上船。不行，不去了。我用这个无人机跟大家呈现一下，然后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来这里呢，就不会再错了。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船的位置呢又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这个崖壁上啊、崖壁下呀这些林子里面穿了半天，穿到崖壁角依然上不去。然后我们又顺着这个崖壁呢到这边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是有一个路引往上走了。所以我们今天又错过了。走到这里呢，我们才发现了上去的唯一通道。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时间已经浪费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去下来了，所以只能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道，我们从这边爬上去之后呢，就会到达一个悬崖的中间，在这个位置呢再穿插过去，然后呢到达这个山梁上。对吧？然后呢，就有路可以上到上面几户人家了。但是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如果要第2天的话，我们上去可能也没地方住，所以说，只能遗憾的跟大家说，
今天没有办法实地去看一看，可能是这个缘分未到，对吧？有机会的时候呢，咱们下次再来这里探访一下。他们的后山呢是这种起伏的高山崖壁，是没有办法穿过去的。那么下方呢，整个一圈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说他们要出山呢，只能是什么呢？从这个崖壁这条小道下到江边呢，然后坐船呢才能出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边呢，总的是4个房子，也就是4户人家。但是这4户人家呢，应该是都在家里面，看到没有？这一片的这个土地呢，全部都在耕种，而且人家已经把土地翻犁出来了。这边呢，正在用耕牛呢进行第2次的翻土，马上就要种庄稼了。哇，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这种与世隔绝的这种感觉啊，没有外面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纷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悠闲自得的生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这样的生活。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不辞劳苦的，走个3、4个小时我都愿意去。但是今天确实是因为这个船的时间限制，没有办法在这里过多的停留，也没有时间再上崖去。好了，朋友们，今天呢略显遗憾的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咱们这个等缘分到了之后再到这里来探访，下期再见，拜拜。